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詹淑涵。刚刚呢，跟大家谈到的是，我们不该这个轻忽中国方面的崛起。那现在当然，美中的对立是十分明显，不过他们新的战场都是在谈 AI， 都是在谈科技。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中美关系到底有没有破冰啊？现在呢，杀出一个 H1B 之乱，好像要断了美国科技的命脉。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美国众议院团呢就访中美关系这个破冰到底是不是一个假象呢？好，这个是突然访问北京哦，2019年后首度来成行，而且李强还亲自来接见。那我们看到呢，自2019年之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呢首次来组团前往了中国，那当然也被视为是中美破冰非常重要的一战哦。那其实我们也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晶片出口限制问题啦，通通都会谈到。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希望美中两军都可以加强一些对话咯。那现在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亚当斯密就表示呢，虽然经贸是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双方更需要强化的是军事对话，避免误判以及冲突。好，到底破不破冰？那李强还亲自来接见，那李强本人又说了些什么？我们来看到李强说，已经这个6年多没有这个美众议院团来了，那现在美中两国要进行更多交流，合作很重要，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这个 H1B 签证天价之乱哦。好，白宫呢现在就说啊，这个只是针对首次申请的人啦。那就是说呢，川普政府宣布说，针对申请这样一个工作签证，要收取大约台币302万元的费用。那大家当然就慌啦，这么贵耶，我的天哪！那其实申请的人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中国跟印度的部分。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中印之间有边境的一个问题，不过最近啊，两国越走越近喽，好像开始有点暗通款曲喽，所以是不是针对这两国啊？好，那我们也来看到呢，路透社怎么说？印度是去年这个签证最大的受益国，占他们核准申请的71%哦，70%啊。那中国呢是11.7%，是第2位。那这样子的一个非常贵的一个价格，很多人就想说，哇，这样不行啊，这苗头不对，要买机票呢，就是赶快回到美国啦。结果呢，我们来看到有人就说，感觉好像被困在这个美国的一个状况哦。那外界就一度以为说，持有这个签证呢，只要支付10万美元，那所以很多人呢就赶快啦，急忙返回到美国去啦。那消息混乱之间呢，机票的价格就飙升起来，短短30分钟之内飙升近3.5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签证被砍，后续的影响会是什么？其实当然就是影响到的是，你美国以前为什么强大？因为你广吸各界的人才嘛，你开放你的大门，让很多世界上优秀的人才都来到这里，所以擦撞出很多的创造力啦等等的。那我们其实看到亚马逊也雇佣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拥有签证的人才，而且雇佣超过1.2万人哦。那不要说了，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都是持有这样的签证到美国的专业人士，一个是他的老婆，一个现在不知道和好了没，疑似好像有可能和好的前伙伴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中国 AI 科技突破，他们当然要突破啊，因为你包括晶片你也不卖给我，真的是超级不爽的怎么可能不突破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华为的部分正式启动天宫计划，未来会投入新台币42亿的资金和资源，好，全面来支持鸿蒙 AI 生态的创新，好，要借助这个天宫计划，支持开发者建构更多的 AI 的一个服务。好，事实上呢，中国走的取向跟美国完全不一样，因为中国方面要走的是开源，好，他们的 open source 的一个状况。那美国的话，它就是封锁起来，好，我就是要把技术把持住。那现在两个不同的这个双头在并行啊，那谁会胜出？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等时间来这个做出答复。那阿里巴巴其实也压住 AI 了，要来争夺中国 AI 的地位。好，他也投入巨资来做一个转型，那也宣布说要来3年要投入3800亿人民币哦，来这个云端的基础建设都要建立起来。
那中国大陆现在也酝酿的就是陆版的星际之门，要来挑战美国的 AI 霸主地位了。所以从这边来看，从所谓的签证来看到科技大战，再来看到 AI 的战场会怎么样来发展，请我们的亮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H1B 签证啊，通常是3+3啊，就是3年，它可以再一次3年啊。那因为它现在对于你刚刚讲到航班大乱，那个是因为大家以为只要离开美国回来就要再一次，所以大家刚刚飞回去，所以是误解啦。这个鲁特尼克要负很大责任啊，因为他讲错了，他说每一次都要10万，那开什么玩笑？所以后来那个凯洛琳他出来说明嘛，说是针对9月21号之后初次申请者，可是这个一定会造成你刚刚讲的一个状况啊。有人算过了，说那年薪恐怕是15万美金以上才会付得起这个钱啊，不然对大公司来讲没有这个价值啊，对不对？我干嘛为你付10万美金？那一定是你这个员工很有价值嘛。所以估计啊，一定是那个很优秀的理工学生才有可能继续得到这样的待遇啊。那否则其他人啊，恐怕美国对外国人的雇用量会急剧下滑。我讲的是初次申请的啊。那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为什么印度会高达71%？因为都是软体工程师。那川普为什么会认为有人在误用这个制度了？就是说有很多科技公司，其实排名第一是亚马逊，亚马逊有1万人，那为什么他的马龙特别多啊？就 Coding Farmer 他就用 H1B， 然后雇佣大量的印度人，因为亚马逊每天都在做电商交易嘛，那常常会宕机、卡机，那他们就线上一直在那边修了，修 bug，所以他的人队最多1万人，那微软跟那个 Google 各5000人，那川普就认为你们在钻漏洞，为什么这种人不能够用美国当地人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印度人呢？人家不错啊，他的想法是这样，没有错啊，你讲的也对，美国人才不愿意做这种工作，对啊，他才不要做，因为那个工作很无聊嘛，对啊，而且都是亚马逊跟谷歌 Meta 低阶的工作，那他就用大量的印度，他们是优秀的软体工程师，他们想留在美国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接下来就要看结果。第一个就是大公司一定会跟你叫了，我顾不到人啊，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是很多就是优秀的人就可能美国就留不住了，因为10万很多等于是你对一个刚毕业的人你愿意用，你就要帮他付10万那有多少公司愿意付得起这么大的钱来雇佣外国人那当然那个结果就会造成很多人力它就会留不住了。那这里面当然印度是占71%，中国大陆大概是12%嘛那这个大概是等于是变相了，又让中国的留学生只好回去中国大陆就业啊，不然就跑到别的国家就业，就会有这个结果了。可是我认为这个政策大概1年之后就知道了，反弹会非常的大了，那就再看吧。真的就看你美国人要不要做嘛。老实说，以前我们在这个纽约观察嘛，那整个班啊，这个写程式的、学 coding 的，那其实都是中国人跟这个印度人，然后包括助教都是印度人。那最后拿到工作签证都是留下来做所谓 coding 工作的，人家白人不愿意做嘛，他们喜欢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啊，帅帅气气的，这不会跟你在那边工程师在这个做 coding 的，所以你这些人才人力怎么补足？曾经这些你认为这些工作老美可以来做，人家不愿意做，那这些不做的又没有人要做了，那这下你这个灰色的这个人力链要去哪里找？好，那我们请文吉。我跟你讲，它其实美国这个国家，人家讲它是一个第一代移民啊所创造出来的国家。为什么？第一代移民啊，它因为美国这个机会多啊，这个又有什么single family house， 又有什么自己家有车。你一个这个人才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能没有办法一下达到那种个人的成就，所以这些人就是什么方法去美国呢？先到美国去念书，念完书以后呢，
然后他找个工作，公司帮他申请签证，然后从绿卡开始作为美国公民。这些人呢，因为他这个是等于说是去美国闯天下，你叫他加班也可以，你叫他吃苦，然后他要出头的欲望又特别强，所以这个第一代移民是美国社会重要的动力。对，哎，到了第二代就不太行了，第二代享受了啊，第三代更不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外人看美国，美国人自己有时候也得承认。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把这个 H1B 这个签证取消啊，不只是影响职场，他的学校也招不到学生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不是取消了，对，从3000增加到就增到10万，基本上等于是没有了嘛。因为那些雇佣他的人的公司可能说，我们一人一半。那你那个学校出来的人，他没有这个钱呐，5万块美金搞一个签证没有。以前都是你来工作，我来问你公司能不能帮我申请绿卡，要给你帮你申请卡才行。现在连这个工作签证都这么难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的有关的学校哈，尤其学理工方面啊，这些人啊，大家都不要去美国念书了。因为我去美国念书，我就希望念完我能够在美国有工作。现在这条路也被砍了，明年毕业的就晴天霹雳。晴天霹雳，你知道？对啊，明年毕业。美国人并不是没有人才，美国人才很多，他们人才要做什么？做律师啦，对，做会计师啊，做这些这些财务、金融啦，金融 MBA 啦或炒房地产啦，这是每个人都要做，谁去念理工啊？我跟你讲，美国的理工科系，好的大学里面理工科系，不是说只有学生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外国人，连教授全部都是。在里面我常常以前在美国有人说，你们那个系里面怎么都讲中文啊？他说没有啊，老师也都是台湾去的，学生也是台湾来，也有大陆学生。所以我跟你讲他这个会影响美国大学很多这科系招不到人了。真的是这样，因为本来就是优秀人才，觉得我第一选择就是要去这个美国嘛。那真的就是像这个文姬刚刚说的，真的我们那时候全班几乎就是中国、印度的全部看，我们去现场看就是这个样子啦，连老师助教真的都是啦。岳宪老师怎么看？因为他这个是专门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嘛，那本来美国专业技术人员的签证本来就比较复杂，不管是就是你是 H1B 的话。它的成分很复杂嘛，组合很复杂。例如说，你第一次公司申请要摇签嘛，要抽签，那个就要200-300块美元，然后你申请费就是450块美元，你还有教育训练费要780块美元然后你还有皮肤费等等的，它是各种组合。一般来讲加起来大概是2700多块美元。可是如果你的公司规模不大，而你用一半以上的都是属于外劳的。就是专业技术人员的话，那还要再给你加4000块美元。但是你不管你怎么加，你会发现了不起就是7000块美元。结果他现在是你申请费就是要10万美元，那谁付得起啊？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硅谷里面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是大规模的，有很多是中小型的企业，也就有一些独角兽的一些公司，几个年轻人他们就创造出来了。而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当初的这些杰出的留学生。也说不定也包括黄仁勋在里面了当初都是这些，当然他因为跟着父亲过去，但是你想，很多人就是当时的移民，他的父母或者是移民过去，或者是这边留学，然后在那边成立一家小公司，这家小公司20-30个人，然后但是里面有很多都是他当初在学校里面的同学，或者学长，或者是学弟，都是学工科的、学理科的，大家就凑在一起来做。硅谷的活力就在这里美国很多创造性的活力都是来自于这一些小公司聪明的人他们做出来的。好，那里面有一大半的人，他基本上都是外来的专业技术人员。那你原本的成本了不起，最贵也不过就是7000块美元，现在你一开口价就是要10万美元，那很多小型公司他根本做不起来了嘛。那也就是说，你等于是挫伤了这些美国中小型，尤其是走软体设计、走这种高精密的这种小公司的创造性的可能性。第一个，第二个，你让现有的公司它要维持它的运转，开始负担它的成本被拉大了，也就是说成本拉到这么大，那他们怎么做？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讲，他们这种公司的聪明在哪里？他们可以变成是远距工作了。
研究工作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你是进入全5G 的时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不用说我一定要到现场去，我在遥远的另外一端，我直接把程式把图画好。那个早就外包了。对，但是他们在这方面里面都可以。还有一个部分里面，例如说像我儿子，他就是在一个跨国的企业里面，那他们的做法会怎么样呢？就变成都在台湾设计好写好，然后彼此之间远距。然后他只是用商务签证过去开个会，当时解决，当时解决以后就回来了，也就是不留在那里。但是事实上，他们那个专案是跨国一起的这些工程师一起在做的，那只是那个头可能在台湾，或者那个头可能是在大陆，可能在深圳，然后由他来牵所有的线，然后他们就固定的时间就是开会来开始交换，然后哪边怎么做，然后在最后是那个工厂在哪里做出来，在深圳还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那个工厂东西怎么做出来，最后他们去看，它变成是我觉得你怎么弄，下面都是会去适应你，然后会找出对策来的。好，曾经的广纳百川变成独善其身，它还能够再次伟大吗？进广告。好，我们新闻大白话持续来说真心话，我是主持人詹淑涵，带你来看到的呢是以色列的部分。以色列一个人要挡下千军万马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加拿大总理发声了。现在呢，包括了澳洲、英国也随后都宣布承认。好，我们再来看到英国首相施凯尔呢，他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呢，他否认说这就是奖励哈马斯。好，那这当然让纳坦雅胡气得不得了。纳坦雅胡呢，现在就说以色列必须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所有的场合来对抗所谓巴勒斯坦建国的一个呼声，而且他也强调已经在约旦河西岸来扩张这个犹太屯垦区，而且持续来推进这个政策。好，川普的中东梦会不会就这样碎了？毕竟欧洲这边已经纷纷都表态了。好，我们看到呢，要求阿富汗立即来这个归还巴格兰空军基地，否则坏事就会发生。但是阿富汗根本就不甩他，他就说不可能啦，我们不需要啦。好，那川普现在放话说我们要夺回基地，但是专家打脸说，如果你再入侵阿富汗，又要需要万人部队，奇怪嘞，怎么最近领导人都这么喜欢引战啊？好，你这个万人部队你组不组得出来？我看可能也很难哦。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路透这边就说，重新来占领巴格兰基地的这个行动被视为是重新入侵，需要部署兵力之外，你可能呢就算成功的话，也要暴露在多重的威胁。那这个可能你的后勤啊等等都是一场噩梦啊。那再来看到美国有没有余力来去打委内瑞拉，这个战场怎么那么多？马杜罗自信说，关于这个政府涉毒的指控根本就是假新闻，他们这个境内没有毒品的生产。但是呢，美国这边又攻击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委内瑞拉就认为美国的行为是不宣而战，要求联合国调查美国近期攻击他们船只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好，那因应美国的威胁，委内瑞拉封街来军训，还说要号召100万人，结果这个100万人一样出席率很低。好，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在那边引战，结果都没有人要来参战，这样子变得就是非常的这个空虚寂寞，觉得冷啊。好啦，委内瑞拉政府呢，为了应对美国的这个未宣而战，结果看出来就是没有人要战，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亮哥又怎么来看？这个美国中东的局啊，恐怕是被以色列跟自己给搞垮了啦。因为以色列去打卡达啊，你入侵这么多国家，那人家都是买你美制的武器，那以色列15架飞机竟然所有的雷达都没有侦测到，这人家当然会怀疑你美国把雷达给关了嘛。所以大家当然你就看到沙特阿拉伯跑去跟巴基斯坦签共同防御条约。那因为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的老大嘛，所以他周边所有的国家，从科威特一路下来到阿联酋啦、巴林啦、卡达啦，大概海湾6个国家大概都加入了啦。
所以你这个等于是逼人家在美国的保护伞之外，要另外自谋一个另外安全保障自己的机制嘛。那他们想到的就是巴基斯坦啊，因为他也是逊尼派，那巴基斯坦有核武啊，就这样啊。而且沙特本来就跟巴基斯坦非常好，沙特的人口大概是3300万，那里面的外劳有350万是巴基斯坦人啊。可是这里牵动到一个因素啊，因为巴基斯坦号称巴铁啊，后面最好的朋友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讲白了啦，就是这几乎就是隐约的暗示着未来中国的武器大概就会开始进入中东，因为不然你怎么办？你一定要用另外一套系统，自求多福啊。那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去买俄罗斯的武器了啊，所以而且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本来就买了中国的武器嘛啊，所以我认为啦，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谣传了，说卡达可能要买48架中国的歼10C 加上枭龙17，这个在中东谣言就出来了啊。那未来是不是还要买防空导弹红旗？不知道。那美国当然会阻止了，可是问题是人家不信任你啊。我买了你那么多武器，比如说卡达，他买了萨德飞弹，也买了爱国者3号，结果都测不到啊。所以我怎么可能再说下一次万一？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去试了，所以他势必就要自求安全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造成这个局面了啦。然后以色列，你可以看到安理会的表决嘛，14-1耶，连你英国、法国都倒戈了，韩国也倒戈，你想想这是什么局面？还有丹麦，这些都是非常亲美的国家，全部倒戈，所以你已经得不到人家的信用了啦。然后卡达也跟你美国结盟，你美国也跟以色列结盟，结果以色列来打我，你给人家感觉是站在以色列那一边啊。所以我觉得美国在中东战后好不容易累积这个秩序啊，我觉得是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的冲击，而且看不出来解方，因为人家已经不信任你了。那最实在的就是武器系统啊。现在大家都已经发现，原来你美国卖武器还做远端的遥控，你可以想想这是多可怕的事情。台湾一样啊，台湾也有买爱国者防空飞弹啊。当你要启动的时候，搞不好重要的参数还在美国手里啊，那你怎么办？还有战机啊，巴基斯坦跟印度要发生空战，巴基斯坦有买 F-16，结果发现引擎被锁起来，所以你说他们怎么办？所以他当然就会去想说，我歼10C再多买一点嘛，一定会变成这样。就必须要分散风险了，因为现在这个情况等于是对美国投下了不信任票。那我们文基大使怎么看？先讲这个以色列哈，他现在面临新的一个外交的压力嘛，就是加拿大、英国、澳洲、这个法国都要马上就要承认这个巴勒斯坦成为主权国家了。那所以内塔尼亚胡发表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声明啊，他说我们过去就受到了内部、外部各种压力，可是啊，我绝对不会同意一件事，就是啊，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他说巴勒斯坦是恐怖主义国家啊，他还撂下句话，他说我不但不会让它成立，我还会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个犹太人诚恳区，我要让它成倍增加。然后他说，最后撂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要去美国了，等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会采取具体的措施，你们就等着瞧吧。这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回应啊。那现在说实话，不但这个内塔尼亚胡强硬，哇，我们这个川普先生也异常强硬。这2天啊，连出2文，在他那个 True Social 里面啊，都是怎么样？都是黑道式的警告函，就是说你会收到黑函，对不对？说你如果不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人家后面不具名，对不对？
我们川普先生啊，这个黑道函很厉害，不但写得清清楚楚，后面还加他自己的名字，亲自签名就是RDJ 就是我，都加一个 RDJ 然后呢，他这个对警告这2个国家，第一个警告这个阿富汗，这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突了一个函，大家都吓一跳。他说如果阿富汗不把这个空军基地，他说 build by America 由美国所建造的这一个空军基地归还的话，他说 bad things 加 s 所以你们这边讲说坏事不是，它是许多坏事，复数，他说怎么讲呢？马上会发生，这个很像黑道的恐吓函，他具名公开。那阿富汗也说不可能的，他说我们跟任何美国的这种任何的交涉不会以归还让外军进入到我阿富汗领土为条件，不让你进来，所以现在就变成要卡在那边。川普刚警告完阿富汗，第2天又警告一个国家，又警告委内瑞拉。哇，这个警告的也是意味非常非常的严重。他说，你们这个委内瑞拉把一大堆罪犯、神经病，然后那些最恶劣的这种犯罪，从他送给我们美国，在我们美国已经杀死了 thousands 几千个美国人的性命。我警告你，赶快把这些人收回去，要不然你会付出你无法计算的代价。哇塞，那就变成就是说话讲这么狠呢，你到时候你做得到做不到，这是一个问题。不过美国人已经有在讽刺川普了，他说又是什么？又是taco。就是变成雷声大雨点小，再回去打阿富汗战争。所以你到底是要打呢？你说很多坏事是什么呢？还是你说人家会有付出不可计算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也不讲。你要打的话，你就说我派兵去打你，又不讲。所以呢，大家的猜测是最后又一个taco。赖老师怎么看？美国对于中亚这块地方有野心已经很久了。在过去也在吉尔吉斯、哈萨克这个地方设立一些美国的空军军事基地，但是后来都维持不下去，最后也都撤走了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设空军军事基地呢？它对于中国大陆确实有牵制的一个作用，对俄罗斯也有然后对伊朗、对其他国家，它确实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交通的十字路口，很重要。但它为什么维持不下去？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都是内陆国。那内陆国你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你的空军人员都过去，那你要维持它的运转，你基本上你只能用空运用空运，第一个非常贵，第二个它维持不久，而且军费耗费非常的庞大。但是那些国家它还是用外交的手段去获得的空军的军事基地可是它会使那些国家跟中国、跟俄罗斯等相关的国家处于紧张的关系。那现在我们看到中亚5国都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了，他们都离开美国，然后都倒向大陆跟俄罗斯，所以他进不去中亚5国了。那他现在想要把这个阿富汗的喀布尔的北部44公里的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把它抢走。那他要把它抢走的时候阿富汗已经摆明了不可能的事，你用威胁、用利诱、用交换，我都不买单，因为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军事基地如果被美国人拿走的话，对阿富汗的首都就会构成威慑，对中国大陆也会构成。那问题就在于，他如果真的要用军事手段拿，要从哪边切？当然是要从这个巴基斯坦来切嘛。这也就是为什么他2次的去拉拢巴基斯坦的陆军元帅。但是我觉得川普他们的这个团队实在太天真了。巴基斯坦跟大陆什么关系啊？巴基斯坦现在也缓和了跟伊朗之间过去的紧张的一个对立，而且他也要处理跟阿富汗之间的塔利班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矛盾，他都要去处理。那你想想看，因为巴基斯坦自己本身也有塔利班也很麻烦的。那对阿富汗来说，他
怎么可能说我今天让你美国进来，我得罪所有的周边所有的国家？好，那美国如果强要拿，那我们要问你要多少军力投下？持续回到我们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詹淑涵。上一节的时间呢，跟大家讲了很多国内的这个重大的事件的讨论。那我们接下来呢，持续要带大家掌握的呢是国际更多的一个动向啊。首先，我们就来介绍我们今天呢这个来到现场的我们的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介文洁，淑涵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再来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宇乾。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呢还会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博士会来到现场。那我们接着呢就要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关心啊。首先来看到两岸的关系僵化，以美论再起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走向跟调查。2025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63%不满意赖总统的表现。好，处理两岸关系表现不满意，来到这个63%，负面影响哦，就两岸论述的主张造成负面影响，也是63%。针对到大陆的艺人陆配的要求，这个负面影响居多，也占了61%，都超过60%的一个占比哦。不过对我来讲，我觉得呢，比较需要观察的一个论点，其实是下面的这一个，就是民众对于两岸政经议题的看法。好，民众认为两岸到底需不需要维持沟通的管道啊？好，需要的人来到88%。但是我们现在政府的做法是什么？把车门焊死，这个超级民进党，车门就是给它焊死就对了。所以你等于是跟民众的民意对着来做。这样行不行啊？真的是危险哎！再来看到，你认为台湾更应该亲美或更倾向大陆？我们来看到美国呢，其实它的比例呢下调了3%，但是倾向大陆4%增加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很明显啦，其实我们也看得到，川普上任之后，大家的以美论真的是停不下来。要是我也会怕，尤其我们看到他跟这个乌克兰这个方面乌俄战争的一个状况，我都在想啊，今天呢？要是真的美方介入调停乌俄战争成功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变成大国分赃的时刻到了？真的会担心不是开玩笑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众到大陆的意愿变化怎么看？好，107年最高43%都有意愿，那后来到了109年到111年呢，低于30%。那不过现在又悄悄的回升起来了，而且30到39岁都有意愿到大陆去就业哦。那西进的意愿呢，其实现在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已经缓缓升到34%。大陆没办法嘛，因为这个文化啦、语言都相近呢，其实你这个门槛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低一点点，而且又近嘛。那所以其实很多人，那他可能本身的这个条件来评估一下，就很容易觉得，我如果需要更好的一个薪资或更多的往外走的一个跳板的发展，因为毕竟这个大陆还是比较大的国家，那可能他就愿意去那边了。现在我们也来看到，恐怕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好，台湾独立。好，民进党执政，好，这些通通都被列在这个上面。好，那其实呢，这几个因素大家也都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也看到以美论再起哦，刚跟大家讲到了，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从川普上来之后，是不是真的进入到大国分赃的时刻？大家很害怕的一个时刻。我们是不是就是那盘子上头的鱼啊？也许是很小的一只鱼，但是还是会被吃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来看到很多人说，美国到底会不会派兵协助台湾呢？现在呢，认为不会的人增加了不少哦，而且逼近50%哦，已经来到49%喽。好，再来是民众对大陆的武力犯台的看法，风险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和去年差不多的话，是50%。那如果呢，这个到了今年是来到46%。那其中还有一项是你支持国防军费的增加吗？好，支持的呢？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是降低了25%，因为113年的时候支持的是69%哦，那不支持的反而增加了。这个也蛮妙的啦，因为其实如果增加的话，你看最近军工股不是飙的不得了嘛，天龙地虎的飙的乱七八糟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再来看到是赖清德说，若台湾遭遇军事侵袭，任何国家战败或政府投降都是假消息啦，有必要急着这样否认吗？有人就说这很像日本那个
个时候啊，要战败的时候也是一直说没有，绝对没有，说现在就要立刻否认这样子，这么怕，你的底气在哪里？好，那刚刚也跟大家提到的是乌俄战争的部分，其实那时候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战况也是很吃紧啦，但是他当然还是否认自己这个可能战败的一个状况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民意的转变非常的一个多，天然独甚至不支持所谓的台独。好，台湾成川普访中的一个交易筹码嘛，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个大国盘子当中的鱼啊？好，那我们看到读卖新闻，这个川普跟习近平通话，并且同意在明年初的时候访中。那多名熟悉这个习近平政权内部人士就说，中国希望把美国政府发表呢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好，那这个就是筹码啦。好，那你这个川普真的会因为保卫台湾什么这个防卫的岛链，然后就继续力挺吗？还是这个时候干脆大家一起来这一块你的，这一块我的，这样分一分了。好，赖清德现在呢赞这个台海和平归功于安倍哦。那环球时报就说这个是台独疯癫的一个表现了啦。好，那他也说这个是日本基因认同啦、数典忘祖的这个奴性啦。那接着我们来看到年轻世代的到底现在是不是有办法支持台独啊？你说我们跟这个对岸那个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你有没有能力台独？其实年轻世代很怕战争啊，真的很怕战争。你说要从军，大家都是皮皮唰的一个状态了，那更何况说你这个口中喊一喊，要真的打起来怎么办嘞？好，现在也看到一些这个基层的人怎么说？年轻世代46岁水电维修员，好，当前现在赖政府对两岸关系毫无作为，台湾人正在被政府逼着走上钢丝，不小心就要摔死了。再来，我们看28岁陈小姐说，天然独不是天然呆耶。好，我和同龄的友人都不支持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因为我们很怕带来战争呐。主要还是以美论啦，真的以美论让大家真的人心惶惶。所以我们的刚加入我们的这个来宾郭正亮博士，您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这个民调是在93阅兵之后做的啦，93阅兵我觉得大家都看到两岸军力的悬殊差距，所以对抗中保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嘛，就是你不可能实现嘛，就没办法打这样子。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也看到了大陆经济各种科技的崛起嘛，所以当然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说，搞不好我在那边会有新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民调是在这两个新的因素下面做出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两岸发生冲突，你的疑虑就增加了，哇，那基本上不希望战争嘛。然后基本上愿意去大陆就业的人又再重新起来了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到了蔡英文任内，愿意去大陆的已经到了最低了。那赖清德才做了1年多，那整个的民调就开始翻转了那这个当然也跟美国的态度有关啦。比如说过去可能很多人认为，比如说拜登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是用多边围堵中国嘛，所以你就觉得那拜登又说了4次，说他愿意出兵，对不对？可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川普，他不止不愿意承诺，而且还把你台积电给挖走了。他说你要缴保护费嘞，之类，就是说你现在听到的都是跟以前反过来的美国原来的真正的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总体讲就是台湾人终于认清到现实了啦。就是你这个战争你打不起啦，你根本没有赢的机会啦。那第二，中国大陆也不是像民进党所宣传的，就是比你经济还要糟糕然后第三个就是美国的真面目，你现在越看越清楚了而且我觉得还会更严重，因为接下来你会看到川普去中国大陆，那会跟中国大陆怎么谈那我并不认为川普的眼中有台湾我认为他只看到台积电他都搬走了，他并没有看到台湾本来有一个机会说成立川普研究中心，对不对？结果你成立安倍晋三研究中心，你是不是脑袋有洞
就觉得莫名其妙啊。就台湾的命运，当然常年就是跟美国的角色是有关的啊。可是对于美国实际上能做什么，你越来越清醒。然后当然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偏见，那也随着这个，我觉得馆长也多少有贡献了，就带着大家更多人去认清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啊，那就知道说两岸事实上有合作的空间。那当然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啦，那就会比较务实的来面对结果啦。那我觉得这整个的趋势是民进党没有办法面对的，所以你看蒋万安本来要去上海，那你看现在这个台湾各部会就那边刁难嘛，就延期嘛，不是吗？这个我认为找麻烦最多的一定是劳动部了，就是技职教育交流这一块。然后还不准你谈观光所以我说这种东西，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的老百姓会看得懂觉得就是你政府直接在那边制造障碍，让实际的两岸的交流没有办法进行。其实刚刚也跟大家提到，我觉得这一份民调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88%的民众认为应该要对话，但是我就说了，民进党永远都做车门焊死这个动作所以就是把车门就给焊起来，不管就不让你接触。但是这到底是不是有底气？如果你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你会觉得，如果对方很棒，我自己也不差啊，所以你底气在哪里？你是不是没有？好，我们的前大使谢文洁。我觉得是越来越没底气这个很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跟大陆这个所谓物理的力量是落差越来越大，也就是大陆的综合国力整体来讲经济贸易社会军事外交国防那整个加起来那个跟台湾之间的综合的力量那是一种快速的出现怎么样？出现差距拉大的现象，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这个时候我们台湾应该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好好来认清这个客观事实，找到一个自己最好的生存之道。那可是碰到我们有意识形态很强的人的话，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这篇整个的这个民调，我看其实问题就出在一个人而已，就出在赖清德上。你要针对他的话，你说他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特别讲赖清德处理的表现，你看就是特别的差，比例非常的悬殊不满意的占63%基本上2/3的人都不满意然后呢，认为他的两岸论述，他的两岸的很多政策，基本上都是产生负面影响的，也都是整个差不多这个民调的2/3都这样认为。那其他的部分你就如果对这个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的这个领导人掌舵人是这样评价的话，那后面大家的看法都会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不只是说传统台湾在蓝绿还有这个民众党这个光谱分析，在很多基本问题的光谱分析上产生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民进党本身的支持者的变化，因为赖清德的做法已经危及到甚至民进党的这个传统支持者他们自己的生存利益了。谁愿意台湾陷入战火？谁愿意自己的子弟上战场？而且就赖清德自己的2个儿子都不回来，那天天敲战鼓打得这么深。现在不是说两岸会不会发生战争的问题，是赖清德的言论不断在挑衅大陆他是在引战，这个是最麻烦的问题。对，所以只要他能够收敛一点，我想两岸关系很快就会得到一些就会有些改善那最近讲到安倍晋三，他这个是他的评断，对安倍晋三的评断是完全个人好恶凌驾我们大众的一种利益跟认知之上，甚至日本人对安倍晋三评价也没那么高他的问题到现在日本人自民党还在这边承袭他的那个恶劣的遗产，就是他跟什么统一教之间邪教之间的关系嘛。对，所以这样子的在日本都有争议的人物，我们这个赖清德对他做这种评价，这个就变成他可能是活在自己的不跟我们大部分人不活在同一个时空他在他自己的瓶子里面活着。
所谓带人带心哦，都觉得这个心有没有大家这个全岛一心很重要，结果都超过60%，不太满意。那现在大家就网络上有一段话啊，你要人家屋顶自己爬，你一挑起的战就要自己打咯。岳谦老师，他把他的儿子跟孙子都送到美国去，那他的年纪又大了，那他怎么打？那他也不会把他的儿子跟孙子都叫回来打仗啊。其实很多台独的都是干同样的事，把孩子孙子都送到海外去，然后呢留在台湾。所以我觉得网友讲的很贴切，他说天然独又不是天然呆啊，不要把我们当呆子。我觉得这句话讲的很符合现状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为什么对于赖清德上来到现在，对于他的两岸非常不满的这么的强烈，60%多也就是60%多人都认为说你干得很烂，干得很差啊，你两岸的关系搞得这么的糟。那第一个就是你没有能力，第二个你只会挑衅，然后但是呢，你挑衅你又没有任何作为，可是两岸关系又那么的重要，然后大陆是越来越强大。大陆是越来越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连美国的川普都想方设法的想到北京去，然后还他的国会的议员也都跑到北京去，然后美国的这些大企业家的老板都争先恐后的跑到北京去，然后大陆这边只要官方办一个研讨会，工商界的研讨会，哇，美国的大企业的老板、欧洲的大企业老板全部都跑来了。其实天然独真的不是天然呆啊。他们看得很清楚啊，这叫做什么？就是大陆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现代化，然后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大陆的工业科技能力它是越来越好。那过去你用新闻封锁的方法啊，你看绿营的媒体，只要讲大陆的，没有一个好。不管是电视的媒体，不管是新媒体，或者是报纸，只要讲大陆的，全部都是负面的。可是问题是，这种方法盖不住了。为什么？因为自媒体出来了。刚刚郑亮讲的这个馆长，其实还有好多自媒体的，他们到大陆去都是这个介绍、那个介绍、那个介绍。其实我觉得影响最大的是贾汉哥，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贾汉哥。那个贾汉哥因为他的这个收视率跟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变成是台湾的主流媒体也都会报道他的新闻。这一报道，大家一看说，哇！原来上海是这个样子啊！原来重庆是这个样子。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台湾很多人的想法都变了。接着，既然想法变了，他就愿意去认识、了解大陆。一去认识、去了解，就发现大学办得比我们好，科学园区办得比我们好。然后呢，原来在上海他们的这个薪水所得比我们高，而且在上海的外商工作的人。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其他人，他们拿的都是国际的薪资水平，而我们在台湾呢，缺2种薪资，却怎么低那么一点点，而大陆这么多一点点，不是多一点，多很多。那你看看，当这些讯息一直进来了以后，大家回头来看，你赖清德只会搞坏两岸关系，你还能做什么？什么都不会做。然后我们当然对你不满意嘛。好，确实哦，贬低他人并不会使自己伟大。进广告。